滤材作为消化细菌的员工宿舍，是建立稳定消化系统的重要一环。而滤材的透水性和孔隙率是影响培菌效果的重要因素。虽然鱼友们一直在讨论，但圈内却没有相关的科学测评。今天万众瞩目的表面积测评，它来了。鱼渣实验室决定开启一个全新的栏目——消化细菌房产测评。每期选择一个滤材，测试大家最关心的透水性和孔隙率以及粉化情况和对水体 pH 值的影响。用具体的数据帮大家测试每种滤材的性能和应用场景，彻底解决滤材选择困难症。关注鱼渣实验室，一起探索滤材的秘密。作为本系列的第一期，我们选择了最普通的散装陶瓷环，用这种鱼友口中家喻户晓、历史悠久的生化滤材，建立一种测评滤材的机制。之后，我们也会用这种方法来继续测其他的滤材。陶瓷环作为一种滤材，长期放置在水中，很多鱼友就会担心它是否会对水体的 pH、KH、总硬度等产生影响呢？今天我们直接用数据告诉大家，我们将约100毫升洗净的陶瓷环放入烧杯中，加入混好的水至1升，用保鲜膜密封，排除余氯等外部影响，连续监测7天，发现放入陶瓷环后，水中 pH 值由起始的6.95上升至8.16，KH 和总硬度没有变化。为保证实验的严谨性，我们用相同的方法做了放大实验，将约1升洗净的陶瓷环放入烧杯中，加水浸没，观测发现加入陶瓷环后，除了 pH 值受到影响大幅上升外，KH 和总硬度也略有上升。所以本期实验选测的陶瓷环确实会提升水中的 pH 值。滤材作为培养消化细菌的温床，孔隙率是评判它好坏的重要标准。孔隙率越高，表面积就越大，可附着的消化细菌就会越多。由于绝大多数细菌直径在0.5到5微米之间，如果滤材孔径小于0.5微米，消化细菌就无法入住，这部分面积就相当于公摊面积。虽然卖了你钱，但其实没法真正居住。所以，像某天花板滤材上标注的450平方米每升，究竟有多少是公摊面积，也未可知。我们将选测的部分陶瓷环送至专业机构做比表面积测试，从检测报告的数据中提取出相关的数据计算，得出这种陶瓷环孔隙率在32.7474%，总孔隙面积0.169平方米每克，其中0.5微米以上孔隙总面积0.110平方米每克，有效孔隙率为65%。经过计算得知，总表面积约为180.154平方米每升，有效面积117.26平方米每升。滤材作为处理水中氨氮和亚硝酸盐的车间，水流通过的越多，车间的效率就会越高，因此透水性的高低也是判断好坏的指标之一。我们根据达西定律设置实验装置，用蜡密封陶瓷环中间的孔洞，又 3D 打印了一个模具，将陶瓷环密闭衔接在透水装置底部，记录渗出10毫升水的总用时。实验选取了3个陶瓷环，每个分别记录4次数据，最后根据公式计算出渗透系数，取平均值，得出结论：我们选测的陶瓷环渗透系数约为0.000247842厘米每秒。另外，我们在实验过程中发现，如果采用自来水，很快孔隙就被堵住了，渗透花费时间越来越长；更换纯水后就不会堵塞，说明这种陶瓷环孔隙特别易堵，一旦堵塞，渗透率就会变差。除此之外，滤材的粉化情况也是很多鱼友关心的问题。毕竟装备耐久度决定了是否要经常更换。我们调制了2种 pH 值的水，分别模拟偏酸和偏碱2种鱼缸环境，各放入1升陶瓷环。1周后测其掉渣情况，得出结论：选测的陶瓷环1周时间在偏酸环境中掉渣0.027克，掉渣率0.002533；偏碱环境中掉渣0.018克。掉渣率为0.001689。嘿，醒醒，到大家期待的鱼渣干货时间了。经过一系列的实验，我们得知这种陶瓷环对于消化细菌来说，居住面积达到了117.26平方米每升。相较于价格来说，真是个很良心的开发商了。但它的透水性较差，容易堵塞。使用的时候尽量用更密的滤棉来过滤水中杂质。至于粉化情况不算严重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陶瓷环会升高水中的 pH 值，草缸尽量避免使用。但如果已经使用了，同时发现 pH 值不易下降，排除其他原因后，可以考虑更换滤材。这期的消化细菌房产测评就结束了。对于陶瓷环1到10分，你会打几分呢？评论区留下你们的分数。下期我们将测评滤材中的豪宅某罕石英球。想知道结果的朋友，记得关注我们。